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巴特菲斯，我是小阮。上次提到立方非常重要，立方除了扮演比例的基础单位之外呢，也是很多重要几何造型的基础。那其中包括了圆形。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呢，很少会用到圆规，甚至在绘画时也很少会需要画到正圆。但其实圆形在我们生活当中呢是无所不在的。请问在这个画面中有什么跟圆形相关的元素吗？圆形元素最常出现的呢是在细节的部分，尤其是我们会触碰的地方。在产品、家具的边缘都会有我们俗称倒圆角的设计元素，大大小小的，有些非常明显，有些非常微小。在工业设计中，倒圆角是非常重要的。当你出门在外吃东西的时候，是不是有时候呢会觉得汤匙的边缘特别的锐利呢？这是因为有些比较廉价的汤匙没有做边缘打磨的步骤，所以使用的时候嘴巴会特别不舒服。饮料铁罐也是一个例子，罐子的边缘呢，因为制造工法的关系呢，所以会比较圆润，但开口的地方并没有特别做处理，因此是非常锐利的。这个塑胶笔筒还有铅笔都有特别做倒圆角的处理，因此摸起来也会比较舒服，不会被刮伤。所以人因而言，倒圆角避免使用者被尖锐的边缘刮伤。技术而言呢，倒圆角避免零件的边缘容易受到损坏。结构而言，倒圆角可以分散撞击力，让产品的零件更不容易因为撞击而受损。生产而言，倒圆角可以让塑胶的零件更好脱模。但就算如果在设计图中呢，并没有加入倒圆角，塑胶在模具里冷却的时候，也会自然的形成微微的钝角。这其实呢，也就如同呢非常小的倒圆角的功能。所以圆形在设计中是无所不在的，自然呢也会在绘画中是常遇见的元素。那又跟立方有什么关系呢？我们先回到平面的立方，也就是正方形。正方形和圆形有两个共同点，两个形状都有中心点，而中心点距离两轴都是等长的，两者都会在边缘的中间点重叠。而在重叠的位置上，圆形的正切角度跟正方形的方向呢是一样的。我们可以利用这个特征来帮助我们在透视空间里面画圆形。那要如何画透视空间里的圆形呢？我们先在平面来比较两个形状。我们已经知道要如何找中心点了，也就是对角直线的交叉点。当我们把正方形切割至1/16时，我们也可以看到斜线与圆形的交叉点落在1/4处，中心点稍微偏内的位置。再来，两个造型的重叠点都是一样的方向，所以我们可以将这些条件运用在透视空间内。首先，我们先画出圆形所需要的透视视方。在这里要确保四方形看起来呢是1:1的比例，不然的话圆形会变成椭圆形，或者是角度不对。然后找到中心点，再来找到四边的中间点，这样我们知道圆形会经过这4个点，也知道圆形在这4个点的正切角度的方向。再来将四方形切割成1/16，我们就可以把另外4个圆形会经过的点找出来了。虽然这4个点它的位置并不是非常精准，但也是非常好的参考。接下来呢，就把这8个点连起来，然后我们就形成了透视中的圆形了。那这边呢，我来做快速的实际示范。但圆形只是立体造型中的其中一个基本元素，我们再来看看其他相关的立体造型，比如球形。球形呢是无限多个圆形所组成的，但我们不可能画无限多个圆形。就如很多人说，小孩生3个嘟嘟好，球形也是一样，画3个圆形就好了。所以球形基本上就是在立方空间里，以中心点画出3个不同面向的圆形。然后呢，再将最外面的点用顺畅的方式连起来，自然就会形成圆形了。这里也来实际的示范。
但有个造型也是非常的受用，那就是甜甜圈的造型。甜甜圈呢，其实是以圆形为剖面，然后呢绕着圆形的轨道而形成的造型。而在稍早解说的导圆角，其实也就是绕着不同形状的轨道的1/4圆形。因此，在画甜甜圈的方式，可以直接套用在画导圆角上。首先，我们先将轨道的路径画出来。那因为是圆形，所以也是先画出透视的正方形。我们再一一的将圆形画入这些透视正方形里面。这4个圆形代表着上下里外4个轨道路径。然后我们在轨道的4端画出4个方向的正方形。在这些正方形内，我们画上一样角度的圆形。这样呢，我们就会总共有8个圆形。那再来呢，我们就将最外面的点以顺畅的方式连起来，这就成为了甜甜圈的最外围。但是内围就不连贯咯，而是上下各一个弧线。这是因为呢，在这个角度，甜甜圈的量体会在视觉上呢有重叠，所以呢，内轮廓不会呈现顺畅的线条。好，这里我来示范一下。好，那导圆角呢？我们先来认识导圆角的种类。这是立方的角落，也就是3个方向所汇集的地方。如果我们以相同的方式呢，在3个边各加上导圆角，也就是3个边都加上一样的半径的圆角，那交汇点呢就会是一个1/8的球形。首先，我们要先决定圆角的半径，并在圆角边画出同尺寸的长方形空间。然后呢，在立方这个空间里面画出1/4圆。导圆角就完成咯。但这不是我们最常见的导圆角设计。通常我们会比较常看到的是这一种的导圆角设计，也就是说，会有其中一个边呢是比较大的导圆角，这样呢，原本另外2个断边就会变成是一个顺畅的轨道。我们在轨道上以1/4圆画过去，那就变成了导圆角。提前是第一个圆角的半径一定要比次要的圆角还要更大，不然的话是无法成立的。因为也是轨道的逻辑，所以呢，这跟甜甜圈的道理是一样的。这里呢，要先将主要的大圆角的方形空间画出来，然后呢，再形成第一个圆角。再来，我们画出小圆角的长方形空间，这里要沿着圆角来画出轨道，然后呢，画上小圆角的1/4圆，最后将圆角之间的边界连起来。除了圆形，其他多边形呢，也都可以利用立方为基本单位而建构出来。那我们这边呢，来快速的示范几个常见的几何造型：柱状圆形、柱状八角形、以及锥形。最后呢，来加码来个多边形。那讲了这么多基本造型，应该是来讨论实际应用了吧？我们之后呢，会示范如何在透视空间内画出各种不同的产品，来展示透视实际应用的情境。大家敬请期待，我们下次见。